创世小夫妻，七头小七七，我是雪人，我是云流。曼谷又有新的夜市啦！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不是随便乱逛哦，是我们精挑细选夜市内最独特的摊贩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边夜市竟然还有1到20块泰铢的泰式料理，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。赶快跟我们去看看吧！城堡夜市最近的 BTS 站是哈亚拉跑 N9 站，那 N9 站出来之后，我们到4号出口，但是你不要急着下去哦。4号出口我们可以连接着天桥到比较近一点的地方，再下桥会比较方便。旁边有个天桥，就沿着一路走过去。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路下发现有在画画，而且其实画得很可爱。看到有残疾人士在画画，我看他蛮认真在着色的，想说来买一张好了，回馈一下他们泰国当地的居民，就是谢谢他们提供这样的环境跟文化的气息。那我们选一张好，选猫好不好？选小猫咪好。好 ，this one。还有不同图案的哦。都是不同图案的，好可爱哦！这张也很可爱，你选一张。那我一定是长毛的啊，因为没猫的。好。搞真卡。买饼来。买饼来。嗨。刚才为什么会去光顾这家店？下 BTS 的时候，这个画家跟我有一个眼神的交触，我觉得他眼神是纯真自然的，而且还有对我笑了一下。希望我们夫妻啊，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，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觉得那一些零钱至少可以让他们一天或者是好几天可以过得很好。从 BTS 站大概走650公尺就可以到城堡夜市啦。这里主要分成4个区域，一进来琳琅满目的街头小吃区，右手边是一整排户外餐厅，再往里面走是流行时尚区，贩卖各种服饰包包，而旁边有店面的是时尚生活区。除了贩卖饰品配件，还有女生最爱的美甲服务，当然不能少了最重要的城堡。建议大家接近黄昏的时候过来拍照，天色不会太暗，打灯之后的城堡更有氛围了。我跟薛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来到这边城堡夜市逛过，当时我觉得这边的夜市摊商非常的少，人烟的稀少，真的觉得很落寞。但没想到这一次翻到这边的摊贩死灰复燃呢。城堡夜市它因为换了一个新的团队，所以它整个的摊贩跟里面的内容差了非常多，也算是新的城堡夜市升级版。我们今天的任务除了带大家逛好吃的之外，我还想要找城堡夜市很奇怪的食物来让云流尝尝看。云流应该想说，怎么又是我？什么奇怪的食物？泰国不就是虫卵虾这些东西吗？有我现在是看到一个，这个不是独角兽颜色的麻糬吗？我来夜市每次都很喜欢点地瓜球，所以这次来到曼谷我也忍不住点了地瓜球，而且地瓜球超大颗的耶！那身为一个地瓜球的爱好者，直接讲结论，真的很推。你会想说它会不会大颗，但是少了脆皮的口感呢？不会，因为它咬下去也是非常的脆。那里面的内馅比我吃过的还要厚。你在台湾吃地瓜球，可能就是一般的薄片吐司，那这个地瓜球叫做厚片吐司，吃的超过瘾，里面的内馅也很厚很 Q。地瓜球是40块泰铢，总共有9颗。那它每一颗，我乍看之下会觉得，这个是中秋节的月饼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像蛋黄酥，多大颗啊！紫色的颜色更明显，你看它里面的内馅多饱满，吃下去整个非常的厚实扎实，然后外皮又非常的酥脆。地瓜球控一定要吃这间。要跟大家推荐这间的水果冰沙，因为我之前来城堡夜市，我已经帮大家场勘了。这间价格是最便宜的，而且我假日来的时候，这间排很多人。40块的酪梨冰沙是真的很便宜，在曼谷你很难找到这个价钱的酪梨冰沙。那虽然说它有一个缺点，它没有英文也没有中文的菜单，相对就会价格比较便宜，因为是在地人居多嘛。还蛮大杯的耶。如果说你觉得酪梨的味道不够浓，它旁边还可以再加20块，你可以再让酪梨的浓度再加强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加牛奶的关系，那酪梨的味道喝起来是很清爽的，酪梨的浓度也 OK， 而且我真的要很赞赏的是，它的冰沙打得很细，真的很像在喝思乐冰这个酪梨冰沙好喝。
刚刚说那个酱有没有辣？说这个是辣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是辣的酱，但是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辣，小辣。其实我觉得很香哎，真的就是我们吃麻辣火锅，不是有人会点牛肉丸吗？它可就是猪肉丸，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刚开始还好，可是后面猪肉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，很香哎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跟台湾贡丸其实是不同的感觉，这个肉更扎实，好吃的猪肉丸配上他们泰式甜辣的味道，有出乎我意料哎，泰国吃他们的猪肉品质都很不错，这些猪肉丸还蛮推荐的。而且你看它上面呢，它曾经有上过泰国当地电视，所以也是小有名气的猪肉丸，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还有巧克力，还有椰奶奶油的那种，但是我们先点一个最普通原味的，它还有先炒过，再加一点糖，还有加牛奶进去。所以我刚刚吃的时候，我吃到那个汤，觉得有点像在吃甜点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焦糖爆米花的那个感觉，主要是因为它的汤甜甜的，每一粒都很饱满的玉米。我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很奇怪的食物让云流吃吗？这摊是炸昆虫，但是很可惜，它平日没有开。你逃过一劫了。我最期待来泰国就是要吃虫虫大餐，你竟然让我没有开，我觉得这趟应该就是白来。走吧，我再找其他的。没想到刚才有一摊原本是关闭的，结果又找到一摊。那今天就是要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，就是要吃奇怪的料理。点了椰子虫跟蟋蟀。这整要整个身体耶！我的天哪，我不行哎，有整个身体我真的不行。我觉得它的调味认真讲没有调得很好。为什么？它的胡椒粉跟辣度不够，有一点生生的感觉。有点虫的感觉，所以有虫味。不瞒观众说，是我在很多夜市其实都吃过虫的料理，但唯独这间没有盖过虫味。但我觉得我不排斥那味道，你要好好享受这个大自然馈赠，今天吃食物就已经很幸福了。不是你讲求健康，你就是要吃原型食材啊，不是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薛仁来吃了。不行，你吃看看，你先吃这个蟑螂脚。什么蟑螂脚了？我在这边发现一家店，它的龙眼汁竟然是可以续杯的。大部分龙眼汁的正常价格是一杯25块泰铢，那就有蛮多的龙眼，我也很爱喝龙眼汁。但没想到这间可以续杯，但是它价格稍微高一点，是40块泰铢。其实我个人最好奇的是，它续杯是连上面的龙眼也可以续吗？那大家不要当奥客，我们帮大家实测它续杯的分量大概是多少，所以我们来买一杯看看。我在这边拍龙眼汁，云流在那边很认真的克起虫来了。这间的龙眼汁，它的果汁是真的有龙眼的味道，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吃过，有的其实是加了糖水，你喝得出来只是甜甜的味道，所以这间其实我还蛮推的。它没有因为说我是让你续杯，那它可能就偷工减料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到底续杯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我要来把这边先嗑完，饮料的冰块都放超多的。这好像是泰国的特色吧？为什么泰国的饮料都这么多的冰块？最主要是因为泰国只有热跟非常热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奶类的饮品或是豆类制品，你不多放点冰块，其实你这个饮品很容易变质。尤其在泰国这么严酷高温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它多放点冰块是好事的。所以大家来这边旅行，也能体谅一下每个地区跟国家的风俗民情不同。真的可以加吗？好，分开。又是一杯完整的龙眼汁。我有没有看错啊？他龙眼也马上也补哦，太夸张了吧？龙眼财富自由，嘴巴合不起来。我想说，喝个汤，连龙眼都是那种不吝啬给你。下雨了。结果我们吃到一半，突然开始有很大力的雨，所以大家都先躲在棚子底下。如果遇到下雨的状况，在城堡的旁边这一区它是有棚子的，就可以挡雨。下雨的话也不用担心，这边座位很多。我刚刚等雨有5分钟吗？差不多5分钟，马上就停了，而且下完雨还蛮凉爽的。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害怕雨季过来，因为他们这边的雨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而且店家很贴心，他会把遮雨棚稍微拉开来一点点，就是怕客人淋到。其实刚刚那个龙眼汁续杯，我有吓到，我拿去给他续杯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你又来续杯了，怎么讨厌？他是带着微笑说你又来续杯，然后倒整杯的龙眼汁给我，我吓到。一个是
好喝的酪梨冰沙，另外一个是可以续杯的龙眼汁，因为2个都才40块泰铢而已嘛。这2个的话，你会选哪一杯来喝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刚才看到一摊10块钱的韩式炸鸡，在台湾吃韩式炸鸡非常的贵。我们选了2个酱，一个是韩式酱，一个是蜂蜜柠檬，心里有点忐忑，不知道那个味道怎么样。10元的韩式炸鸡能吃吗？觉得肉是新鲜的，可惜有一点点冷掉，温度不够。不过它肉质是好的，酱汁还 OK 适中，但没有到特别的浓郁。我选下另外一支韩式的酱，这个看起来应该会很够味。你看那个酱汁涂得满满的，我觉得选这个韩式的酱是对的，酸甜带点辣味，蛮提味的刷脆。我觉得这个蛮推的，因为这一支才10块钱。如果你今天想要吃点韩式的调味、韩式的炸鸡，这样子一盒可能不到50块，你可以吃到4、5种以上的味道，我觉得蛮超值的。唯一的缺点，如果你够幸运，可以吃到它现炸，你马上现买的话，应该是很完美。有一间20块泰铢就能吃泰式料理的，就是这一间，生意真的很好。全部这里的大排档就是这间生意最好。然后我们拿了号码牌，所以现在在等座位。刚才目视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来吃的，好像还没有看过其他的外国人。对，这边几乎都是泰国当地人来吃的。现在在排队嘛，你有空档的时候赶快来吃一下虫。自己惩罚自己哦。刚刚银流就跟我说，椰子虫它是吃椰子长大的，所以里面有椰子味。我真的没有办法睁着眼睛吃它可能是没有沾到胡椒还是辣粉之类的，有虫味。排队排到一半，突然想上厕所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餐厅区旁边就有厕所咯。在泰国夜市上厕所通常要收费，费用是5块泰铢。没零钱的话，可以到旁边柜台兑换。不过这样收费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这样厕所真的比较干净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的厕所居然有冷气，根本是隐藏版的避暑胜地吧。进来座位之后，就发现这边其实还蛮凉的。因为我看到旁边电风扇很多，你不用担心来这里吃可能会很热，因为我发现电风扇还蛮强的，一进来就感受到很强的风在我背后吹。这天它不是一般的 menu 菜单，它是可以扫 QR code 扫码点餐，有英文、中文、泰文可以选。所以对于观光客来说还蛮贴心的。我原本以为会不会都是只有纯泰文的菜单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来这边点菜看不懂。刚才发生一个小插曲，我原本在中文的 menu 上我是要点鸡腿汤，结果上来是噔噔噔鸡脚汤。有点错愕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他们服务人还蛮有礼貌，因为他们上来是这样上，然后再点一下。搞不好人家泰国的鸡脚汤的意思，其实他们都是喝鸡爪汤啊。那你烤寿鱼里面那个鸡腿那么大只，他们会搞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没关系啊，因为他可能翻译上错误，就是入境随俗。但我觉得来这边吃饭也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它有点像是泰式版的蒸鲜，就是它是上一盘一盘的，而且它上来速度快哦。真的很像蒸鲜，因为它价格很便宜，每一盘都小小的，可以尝到各式各样的泰式料理的味道，但是又不会让你花太多的钱。如果说我上午好友来，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，也可以来这边大家聚在一起喝杯啤酒，所有都来上一轮，每个都品尝一点点，我觉得蛮棒的。吃完20块的泰式料理，说实话我没有很推荐，因为它大部分的料理都是海鲜类的、生腌类的或是沙拉，那熟食比较少。不太敢在外面吃摊贩的海鲜，我们怕拉肚子。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想要解馋，你想要吃个味道。比较夸张的是，你有想过说泰国虾一盘只要20块吗？就是你只要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吃到海鲜，但是它的品质不太 OK。泰国的海鲜料理他们都会加绿色的海鲜酱，那对于不太能吃辣的话，就不太推荐绿色的海鲜酱。对我来说，我是觉得有点辣，所以大家再斟酌一下，帮大家试验，然后跟大家讲我们的心得跟想法。才刚说完不能吃辣，结果我们就犯了一个错。OK。赔买，你还 OK 人生第一支鱿鱼卵，又有一点像关中煮，但是它可惜的是，它那个酱汁抢过了整个鱿鱼卵里面的鲜甜的味道，上面
整串都是辣椒，泰式辣椒酱，超辣的。不太敢吃辣，所以我们又点了一个原味的，不要加酱，你的味觉都被辣盖掉了。我吃得到鱿鱼的味道，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吃辣，你再加它的辣酱，你单吃这个原味，虽然第一口它有点像鱼浆，可是它很特别，真的尝得到鱿鱼的鲜甜味，就很像我们在吃烤鱿鱼，还不错，真的有鱿鱼香。你跟大家讲一下不辣的泰文怎么讲？你就跟他说麦培麦培，看到什么东西你很怕辣，就记得点完之后安妮麦培，这样就好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间甜点店超多泰国人排队的。我刚刚看到上面沾满了玉米脆饼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最近很红的甜点。我们等一下来排队试试看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。我原本以为它的马吉皮会很硬很厚，它马吉皮是轻薄柔软的，配到丝滑入口即化的程度了。我第一次吃到这样马吉，我有点吓到，而且这89块，你可以选好几样的水果，我觉得超划算的。因为我们台湾一个草莓大福，也许差不多就这个价钱了，可是它89块，这么多水果。这么大一个，它不是可以选它里面的内馅酱料吗？我就先选最保守的白色的酱。那白色的酱，起司的香味很香哎，这对于我这个起司控来说，真的超爱。里面它的水果也不是放很廉价、很 cheap 的水果，刚刚大家有看到吗？有草莓、蓝莓，还有青葡萄，我觉得这很好吃，超乎我预期，难怪这么多人排队。我来城堡夜市已经来第2次了，就是想说先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那这间是我发现它排队的人很多，我就想啊，最近应该是还蛮红的，帮大家试试看。没想到意外挖到宝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吃饱了就来游乐区逛逛吧，这里有许多适合小朋友游玩的设施，摩天轮、海盗船、碰碰车，根本是迷你版的儿童乐园。如果觉得太刺激，也有静态的活动，像是陶瓷彩绘，还有这个小小泰式厨房。今天想要吃什么菜？今天是半加加酒泰式版就对了。安妮，好可爱哦，迷你版的，它荷包蛋变成小小的鸟蛋，好可爱。那你要怎么煮啊？就这边煮啊。哦，那他不会来教你哦？不会就自己弄啊。你等一下把人家那个餐厅炸掉，我不管哦。先加油，然后下去拌炒嘛。真的有好香哦。那香味慢慢飘过来。对啊，我要下猪肉了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小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扮家家酒，开始在那边做东西吗？但是这个真的可以让你来实做。你来煮菜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妈妈煮菜多辛苦。来，小厨师，扮家家酒对你的厨艺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但不知道调味好不好。但旁边有很多酱可以选啊，鱼露什么的。在台湾是坐在这种游乐场所，可能是打弹珠之类的，来这边竟然是当小厨师。老公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料理。看起来没有模有样哦。你以为我要跟你讲好话？你看啊，光那个鸟蛋形状不对，味道不对，失败。猪肉还可以，有熟有咸味，还 OK， 还蛮下饭的，可以下饭，勉勉强强还能吃。只能给60分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体验啊，带小孩子来玩，或者是你真的带一群朋友来这边煮，这真的在台湾是没有体会到的体验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城堡夜市找到这样的活动，是蛮特别的，分享给大家。刚吃完我自己炒的饭之后，打了嗝一下，自己蛮一直做的，其实蛮好吃的啊，而且体验费真的很便宜，就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炒饭的活动，我觉得很推。跟小孩子有人创造这种美好的回忆，那就无尽无价了。它有一区是给儿童的活动，是城堡夜市很特别的一个亮点。距离市中心算还蛮近的一个在地人夜市，有些东西的价格其实真的不贵，像我们刚刚不是有吃到10元的韩式炸鸡，还有40块的酪梨冰沙，40块可以续杯的龙眼汁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价格是真的在
曼谷市中心的夜市来说，是非常在地化的一个夜市。我们刚刚吃的都是小吃，但其实摊位也有很多正餐，有什么猪脚饭啊，或是整个便当的，其实也有。你要在这边吃饱也行，所以很多泰国当地人下了班会来这边吃东西。但是有一些摊贩好像平日的部分没有开。对，因为我平日跟假日都来过，那你想要避开人潮，我推荐你平日来。但是有一些摊贩它是没有营业的，那你想要完整的摊贩，我会建议你假日来，假日来会更热闹，但是相对人潮会多一点。所以如果你假日要来，会建议你不要太晚过来，因为越晚人潮是会越多的。那如果大家来城堡夜市，我会怎么建议规划你的行程呢？离查都卡很近，那你可以白天逛完查都卡之后再过来这边，而且在 BTS 站旁边，其实它是连接的 Central 百货。即使你逛夜市你不喜欢，你想回去逛百货也行，你回到 BTS 站旁边就是 Central 的百货，另外旁边还有 Lotus 莲花超市，因为莲花超市是他们在地人的超市，价格其实比 Big C 要再便宜一点。你想要顺便买伴手礼的话，旁边 Lotus 直接买也可以，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，因为其实这边的地理位置以及它旁边的周边设施都蛮完善的。我们继续去下一间夜市吧。耶！我们现在到了 SW1 夜市，今天是平日的晚上7点，没想到人还蛮多的耶。不愧是一级战区啊，因为这边人潮本来就很多，旁边有各大的百货，而且我觉得很方便的是，它竟然临近 BTS， 又是在阿寿可站旁边。阿寿可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站，它要换汇购物，基本上都在这边招总，所以这个站，我觉得很厉害，是能在这么精华的地段中挖了一块当做夜市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的东西美不美味，以及它的物价如何呢？我们就来看看，毕竟我们也在曼谷的夜市招总了不少，帮大家看下这个夜市值不值得来，以及还记得我们有个小任务吗？我们要找这个夜市里面最特殊、最值得吃的地方，以及最奇怪的摊贩。上次我有先来一次，那我发现 SW1 夜市它的摊贩有慢慢在增加，也许是有一些摊位有租出去了，但是像这边还是空的。我猜之后的摊位应该会随着人潮越来越多，摊位会越来越丰富。我们现在选了一间烧烤店，为什么会选这间？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鳄鱼肉跟烤鹿肉，但因为这辈子从来没吃过鳄鱼肉，就来这边踹来看，其实心里蛮坎坷的，也不知道鳄鱼肉是不是什么感觉。你很奇怪，你吃虫不害怕，你现在吃鳄鱼肉觉得奇怪。对，因为可能虫太可爱了，就鳄鱼不可爱。鳄鱼也很可爱啊，你看它那个图案多可爱啊！我刚才吃这个鳄鱼肉，第一个感觉我会觉得有点像鸡肉，但是它有点像是3倍分量的鸡肉的紧实感，好像它是有千锤百炼、有受过重训的肉质的感觉。第一次吃鳄鱼肉，口感还不错。如果价格能再便宜一点点，是我也会一直吃的。蘸酱啊，蛮入味的哦。如果说你只单吃鳄鱼肉，那可能味道上没那么鲜明，反而是它上面那个蘸酱有点点偏 barbecue 的酱，再加一点点辣味，还不错吃，整个口感上还不错。这一串100块，我觉得可以尝鲜看看，因为可能连我家人或者是我朋友都没吃过，所以有机会来这边旅行，不妨试一下鳄鱼肉，会让你有一些不同的体验。我刚刚去拿这只鱿鱼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夸张哎，你看它的竹签多长啊，长到我想说我是刚刚拿这个竹签去插了一只鱿鱼上来，是不是？还蛮过瘾的，有脆感，但那个酱我觉得没有很好吃，因为它本身那个鱿鱼肉质是好的，不应该把它酱弄太多。这个还蛮适合撒一点点海盐或者是黑胡椒就够，就可以提味。但是它酱实在弄太多，整个辣味盖掉了你这个鱿鱼应该带给你的海鲜的冲击感。这是泰国的饮食文化，它不管吃什么，它都要沾酱，跟我们台湾人的习惯不一样。台湾人可能觉得沾海盐吃原味就够了，好辣哦！在泰国常常喝水果冰沙嘛，但是在 SW1 夜市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榴莲冰沙，所以我们这次要来尝试看看榴莲冰沙。好吃看，来带榴莲冰沙去给老公喝，快快快，趁新鲜喝一口。哇，好好喝，好真的假的？哦、因为泰国榴莲本来生品质就已经很好了，它又打成冰沙，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，一吸上去满满的就是榴莲味，直冲天际，很爽。我在这边闻得到榴莲味道哎，我还蛮推的，因为比较少喝到榴莲的冰沙，大部分都是什么芒果冰沙、洛梨冰沙，很少喝到榴莲冰沙。这杯虽然贵了一点，要100块，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试试看的。
因为我来泰国那么久了，也有点想吃披萨意式的这一块，还蛮大块的，猜猜看多少钱？我觉得应该要100块吧。这边是高级地段诶，这一片30块泰铢，30块。它是培根跟蘑菇，好吃的披萨才30块，我不敢相信哎！我去点这个披萨的时候，第一个吸引我的是它现烤的这个表皮，像这种手工的表皮，你就看得出来它是很薄脆的，一咬下去，它酱料是 juicy 的。虽然刚刚是已经烤好，但是它要在给你之前，还是会先加热一下，所以吃起来就很像刚出炉没多久的披萨。这个等级真的很像我去意式餐厅点到的披萨的等级，但是这片才30块。一般我们吃达美乐必胜客披萨，它不是会先帮你切好嘛？结果它30块几乎是我们台湾吃披萨2片的尺寸大小，所以是还蛮大块的哦。再来买了一片，如果说你要大家一起 share 一整盘，也只要泰铢180哎。超划算的。刚点了这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道料理是什么。它有点像章鱼烧的外形，它外面的外皮煎的酥酥脆脆的，里面的本体中间有一层有点像蛙桂。比较特别的是上面铺了一些海鲜的料，有鹅啊、鱿鱼以及蟹肉棒。吃起来我觉得它鱿鱼还蛮新鲜的。只是老实说，我觉得有点太油了，没有到很推荐。但是这边我觉得还算蛮特别的料理，总共有8颗，8颗是100块泰铢。像那边其实它是很有喝酒的氛围，你可以看到前面跟后面它都有一区是让你可以点酒喝。所以我会觉得这边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点不一样的小东西，一起吃、一起喝酒、一起分这些小食物。之前我来看的时候，这一间摊位可能是因为它在比较靠近里面的位置，大部分都是泰国当地人来点。来夜市就喜欢找泰国当地人会来吃的地方，价格一定是实惠，然后又好吃。刚刚还有看了一下 menu， 我觉得那价格上还能接受。点了一份猪颈肉，它是泰铢80块。那等一下我们看看分量多少。我们刚刚买了那盘猪颈肉，但是在买的当下有件事情让我很介意，它的生食跟熟食是在同一个砧板上面切，因为我很担心这样子会不会有感染的问题，担心吃了拉肚子。我还是建议大家要买之前先观察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疏忽，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来泰国摊贩吃的时候，你买之前你先观察厨师料理的状况，如果有生食跟熟食混杂在一起，建议你真的不要买。而且以我们很客观的立场来讲，我们去过这么多夜市，甚至是在地夜市，有些夜市其实是会戴手套跟头套的，还会戴口罩的。大家今天不是来这边生活，你是来这边旅游。如果你今天刚好你第一晚来到这边吃，你拉肚子了，你接下来行程都毁了。对，我希望把真实的感受带给大家，请大家出门在外留意一些小细节，让你的旅游保平安，全家也会感谢你。不然你一个人只要挂了、病倒了，你的家人都会很担心你，那你的行程也很难跑了。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小建议，但是不是每一间夜市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因为我们也去过很干净的夜市，那只是这边有这个情况，我还是要诚实的提醒大家一下。我们逛完 SW1 夜市的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。先讲优点好了，第一优点当然是它的地点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，非常的方便，就在阿寿站旁边而已。再来就是它旁边邻近的各大百货，像 Central World、Terminal 21都在附近，所以有的时候你逛街购物类人，或许来这个夜市逛逛、吃，蛮棒的体验。我觉得它比我之前逛乔德夜市来讲，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一点。因为之前在乔德夜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它每一摊都是会有点像是一个餐厅的形式，弄得太制式了。再来，云流很喜欢这边的音乐，刚刚在前面吃东西的时候，你都想要跳舞了。前面放的是比较偏funk的音乐，我后面那一区放的是比较偏拉丁的，所以这边外国人相对的好像比较多一点点。因为我们昨天才去城堡夜市，那城堡夜市啊，它都放的比较泰式风情哦。当地的泰国人在表演唱歌，真的是比较偏在地化一点。那这边 SW1 夜市比较偏国际化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它的座椅，真的很像你在露营，还给一个露营的桌子跟露营的椅子。这里算是非常贵的土地，但是中间却可以给你挖一个空地，让你可以看得到天空。
难怪为什么这边特别多欧美的人会来这里。但是抬头一仰望看旁边的景色其实不是很好，因为早些年在信义区也有货柜市集，我不知道各位观众还有没有印象。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抬头仰望是伴随着 LED 灯的这些百货公司，它打光起来，抬头仰望其实是蛮美的。可惜它这个点一抬头仰望，大部分可能是一些民宿或是住宅，美中不足。那再来是这边真的价格贵蛮多的，毕竟是精华区嘛，所以价格上不像我认知的泰国夜市价格很平价。认真说，这附近有这么多可怕的百货，我说可怕是什么意思？它美食多到吃不完，有冷气，以及有很好的用餐品质，还有米其林推荐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 SW1 夜市比较适合3-5好友想要来这边听个音乐、喝个酒、吃下酒菜，是个还不错、蛮有氛围的地方。但是你要吃东西的话，我很推荐就在旁边的 Terminal 21百货楼上的美食街，非常的便宜。你来 SW1， 因为它价格偏高嘛，你有可能会吃不饱。建议你在 Terminal 21吃饱之后，你再来这边逛，是还蛮不错的。以泰国的夜市来说，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去其他的夜市。这个夜市你没有一定要来，但是如果你时间真的不够，必须在市区的夜市的话，这边你就可以考虑看看。大家来泰国的话，这2个夜市你会选哪一个呢？一个是在地化的城堡夜市，一个是偏观光客的 SW1 夜市。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拜拜，拜拜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集见。